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我们许久没有做过的啊，他心中的你是怎样的？他的想法、感受和行动的分析，以及对方想说的话。好，我们今日会通过塔罗牌和神谕卡帮助大家传递我们今日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在之前我们有可能每个月或每一阵子都会做一下，在今年好像还没有尝试帮助大家传递过这方面的讯息。那恰逢呢，最近已经有了水逆感觉这是一个需要的时间来重启这个主题，帮助大家传递当下最需要的讯息。那今日的主题呢是对应我们内心当中特定的所想这个人的，基本上呢是情感项。当然如果大家有一个特定的人，比如他是你的友人、同事或是家人等等，我们可以带入今日的占卜去帮助大家连接和感受这个人的能量。如果连接上了，当中就会有信息是送给大家的。那希望呢我们的大众占卜为大家所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提炼最重要的讯息传递给大家。那这个占卜呢也是无时间限制的，所以在任何时候你在宇宙的某一端感受到了这个讯息，点开了这则影片，这个讯息应该就是送给大家的。在这里无限的祝福大家，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开始选牌之前的这个冥想的部分。我们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也可以闭上双眼。我们一起通过我们全身的感受，我们全身的脉络和脉轮相互的震动。那首先呢，屏蔽和清理我们身体上的负面能量。那再者就是让我们以一个比较平衡的顶轮敞开的姿态来相互连接，进入我们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好，需要时长久一点的冥想影片，大家也可以进入 Star See So Healing 的频道。在任何时候 Star See 都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和守护到大家。好，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我们的窗外有着非常热烈的蝉声啊，在我们盛夏的时节，跟着我们的心灵一同共鸣着，也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冥想来帮助大家整理当下我们的能量。那大家呢可以调整呼吸，也缓缓地睁开双眼。我们今日要一起来看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你心目当中的这个人。好，他心中的你是怎样的？那他的感受、想法、行动的分析，以及最后会传递一下对方想说什么样的话语，传递给我们。所以大家可以想着这个对象，当然了，也可以放轻松。好，只是单纯的在感受我们眼前的3副卡牌，来形成属于我们的连结。我们今天也有3组参照物，帮助大家进行这个连结。大家可以来感应一下，哪一副组牌是你最想触碰翻开的呢？好，或者是哪一颗水晶是跟大家当下最有能量感应的呢？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水晶石是一颗好紫色3角塔，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好，紫色3角塔的能量。好，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紫色3角塔。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白色3角塔。好，我们的一颗白色3角塔，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中的能量讯息是否是和我们相吻合的呢？好，是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不同的感受呢？这是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好，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绿色3角塔。好，一颗工整的绿色3角塔。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的能量，它的震动是否是和我们相吻合的呢？好，如果大家对于选牌和水晶石作为哪一个参照、哪一个选择比较困惑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比如说选好牌，也选好你们的水晶石，再进入这样的一个读牌过程，有可能你的讯息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卡牌和天然石看成一个整体哦，所以大家可以进行一个3选1。如果大家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点开来听取一下，大家最好是排一个优先顺位，有可能你的讯息会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一个 general reading。 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现在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紫色水晶塔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大家一起来看的主题是心中所想的他这个对象，他心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当然了，我们会对应近期的一个能量状态看一下他近期的这个想法、感受和行动。我们要看一下他想要有什么话传递给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选到紫色水晶塔。那第一张，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可以说是能量的反射他心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到35号风的能量 Rescue 拯救和救济。好，我们卡牌当中出现的形象是一个美丽的红发圣女
他是一身紫衣，并且他的背后这个藤蔓等等啊，也散发着紫色的 aura， 紫色的光。这个人物非常闪亮，但是他的背景呢却是暗暗的，非常突出他整体的脸的光效，有没有？然后这个少女的手上有或者带着象征智慧的蛇啊，在我们的有的卡牌当中象征了智慧的指引，有的卡牌当中它也会象征的是一定的迷惑性，一定的欺瞒，一定的手段。好，而在这个人的心中啊，首先你是非常美丽的，带有神秘性的美啊。那如果他想看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他认为你总是在画面的正中间的啊，你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背景呢了无声色，了无声息。好，你是这个世界当中浓墨重彩的追光灯追随的最主要的这个演员，或者说最主要的这一个人物。他认为呢，你的外表不一定代表着你的内心，因为你的手把你的心轮护住了，所以你们有可能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或者说你们是一个在某一些情况底下会沉默寡言，会给对方一种比较神秘、神圣、冷漠印象的人。但是我们的卡牌35号却是一个拯救啊，你是一个能拯救他的人。那再往深了去连接，有可能你是一个在他非常需要的时候出现过，给予他帮助，给予他建议和肯定的，甚至是精神上一定指引的人，所以他会把你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好，不过有的时候他猜不到你的意图，你是比较多变的。从这个牌里边也代表了他需要你，我认为他对你的能量是需要的，但有的时候又是抵触的，有的时候是恐惧的。那第一副牌朋友会问啊，他为什么恐惧我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认为这是一个来自于潜意识吧，或来自于感受上的好一种回避啊，有点回避，有一点想要排斥这个能量的进入。因为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是有光的，好，你有可能是光的使者，你是光的公主，或者是光的王子。第一组朋友，无论男生女生啊，你的头上开满鲜花，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顶轮开阔，然后你们是一个非常具有生命魅力的人，有可能你的打扮好，你的外表形象都给对方一种，首先你爱这个生命，再者就是你对于你的生命有你自己的展示方法，所以他会觉得其实在你有一点冷漠和严谨的外表底下，有着非常性感的一面，他认为是一种诱惑。因为这边看到蛇嘛，还有红色的头发，还有这个救赎的卡牌啊，你在精神和能量上会给他带来救赎，所以还是一样，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底下，有可能是深夜，有可能是在他比较痛苦、比较矛盾的状况底下，他比较容易想到你，好吗？我们可以看到少女头上缠绕的藤蔓是开放的白色牵牛花啊，你们其实有非常纯洁和非常恪守你们生命原则的一面。那想要接近你呢，想要走进你是需要花一点功夫和心思的。但是你们的眼光非常的锐利犀利啊，不揉沙子，所以你容易洞穿世事，你容易洞晓真相。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有神圣指导灵在背后，然后你们的顶轮会给你们很多信息，所以你的第六感蛮准确的，对，蛮犀利的这种。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啊，他心中的你啊，这边我们看到10号牌 Advice， 好，我们看到有蜗牛和可以说是公主啊 ，OK， 在睡前他们正在沟通和讨论着什么？这张牌 Advice 建议啊，我们可以连接两个信息啊，一个是拯救，一个是建议、提醒等等。有可能你其实在最近有一种这种感觉，警告过他，警示过他，或者说有点拒绝过他。有可能你跟对方去划分了一下楚河汉界。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你和对方其实整体的灵魂背景等等啊是不大一样的。所以他和你有可能会有不同的频率和节奏去看待感情，看待生活，或者是看待人和人的交流，他有不同的意图和方法。
但是你对于他的劝诫，然后你给他划分的一些原则和线之类的，他有听。认为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可攻可守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他的攻击性在于他需要知道你的边界和跟你交流的这个原则方法是什么。他的保守是有的时候他也会和你忽冷忽热的有一些沉默，因为他认为要跟着你的这个节奏来，他认为这样有可能也会释放跟你同样的一个信号，让你们共频起来。所以这个人有点模仿你，你们之间有点镜面的关系。这个镜面关系啊，不一定来自于他和你的灵魂完全的相似，来自于一种模仿。这边35号配10号两个数字啊，一些朋友在最近你们好像摊开来了，有可能把话说开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些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跟他有一点这个 argue， 有点争吵。那这个争吵是什么样的意味呢？他和你本身的意图不同，你们到了一个对的时间，需要相互来整理一下了。所以当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他有可能也会抱持着一个，我看到是慢慢来呀，观察一下呀，谨小慎微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你认为对方是一个比较霸气的，对方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当仁不让的角色，这只是他给你展现出的一个状态和形象罢了。他其实内心里边对于你的想法，他认为你有可能在意见感受上是更加强烈的，你更加有自己的主见，他不能动摇你，好吧？好，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我们通过这个排掉了。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2张神谕卡先连接了一下第一组的信息，下面我们通过我们 Tarot 来看一下啊。好，他的想法、感受、行动方面。好，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吧，他心中的你是怎样的？我们也翻3张牌来看一下，好吧？也帮大家做一个验证和连接。Nine of Cups。继续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牌都飞出来，他心中的你。Two of Wands 飞出来了 ，Four of Wands。你在很多状况底下其实是一个情绪啊能够稳定的人呢，但是当你突然的爆发、突然的发火、突然的展示你的意见和想法态度的时候，非常的犀利，所以有那种外表差，有可能第一副牌对我外表是非常温婉的，是非常善解人意的，然后非常聪明伶俐，然后像一朵解语花或者一棵解语树一样啊。但是当你也会给对方很多的情绪价值，比如说他说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去随着他的想法跟他去感受，拿到他给予你的信息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买单的。不过啊，当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的想法踩到你的线，他说的一些话你是不同意的，你们其实会马上爆发出一个相反的反应，或者跟他拉开一段距离。所以他觉得跟你之间的这种互通呢，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服务性，有的时候他也有点小心翼翼的。好，他心中的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雄心伟略，而且可以在情绪上，或者在你的生活爱好、你的生活这种创造是你的情绪价值来源，它有可能是你工作当中的勋章，以及你生活当中各种社交呀、这种人际交流，可以带给自己非常大的价值感，因此你们在价值感上是不输的。对方认为你其实是一个想要什么容易达成的幸运儿，他也认为呢，当你去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会跟他有的时候形成一些意见不同的，相互去辩论一下、驳斥一下这样的信号，但是这并不打扰你在他心目当中的美好形象。还有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对于人生有一个雄才伟略的，然后你们有可能是极具才华和天赋的，有可能在事业和某一个你的天赋才华方面展现是非常良好的，所以他其实从一个起码不论感情，从一个人的角度，他非常看好你，在看好你的同时，他希望和你共同去营造这个生活，所以这个人其实是蛮想去抛一下橄榄枝，或者接到你给的橄榄枝的。
希望跟你共同去谋划，但是权杖二它只停留在一个谋划阶段、畅想的阶段。那权杖四的逆位也代表有的时候你会改变主意，有的时候你会比如说驾上马车直接自己离开啊，因为权杖四的正位它代表的是一个稳定幸福的生活，它是一个 ceremony 啊，有可能它是结婚的庆典等等啊，一个胜利和稳定的象征。但到了逆位的权杖四是有一些体系以及有一些这个办法等等，它并不是稳定，它会存在一定的波动和中途的变化。所以我认为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其实身上有一些，我看到是风象偏火象的元素。这个来自于什么？你们有一个趋吉避凶灵敏的雷达呀，所以你不是那么容易被接近和容易被看透彻看清楚的。我们这两张牌其实有一点相似性，有没有啊？首先公主头上都是有发卡的，好，代表了你的顶轮，就是你有固定的想法，有的时候是制限性的想法，但是你会有你的原则和你思考的方式了。这代表了聪明，也代表了你们不大容易被人所动摇意见。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手的姿势很像，有没有？这边，这个是花手啊，蛮可爱的。这边我们的手上是有一条蛇 snake， 有可能是这个女孩的神圣指导灵或她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有一双美丽的手，还有就是你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非常灵活灵巧，你有神奇的第六感。好，这是他对你的感觉啊，然后你们的美有一定的距离感，他想要触碰又怕碎掉，有点易碎的感觉，好吧 ？OK， 这边是一些验证。那我认为对方呢，他身上有一些水象和火象的元素啊。这边有看到一些牡羊座、射手座，然后这边有看到一些巨蟹、双鱼的元素啊。我们抛掉了固定星座，因为我觉得对方和你在性格上当下处在一个相互通融的状态。我们看到这两张牌啊，这边出现了圣杯九和这张蜗牛牌或者瓜牛牌。OK， 对方是有一定的这个服务意识的，想要去服务你。或者说对方他有的时候会展现的稍显卑微一点，这个牌也可以倒过来。比如第一副牌我就会说，那个卑微的人是我，那个在奉献的人是我等等啊。即便是如此，他也觉得你身上拥有非常聪明和灵动的东西，以及一定的圣洁、骄傲和尊严，让他想要去跟你谋划未来。但是你们之间这个谋划呢，始终在一个雾的感觉里边，就它还不够清晰和明确，或者时而清晰，时而会有多云的一个状态，他猜不透你，好吧？我们下面再看一下他的想法、感受和行动。我们先看一下，这是3个方面啊。好，我们先看感受，我们先看这个 feeling， 他是怎么感受的？这个其实也和他心中你的样子、你的状态，它有一定的关联性啊。这3张牌一起出来，我们就解读3张牌。其实这边还有张世界牌，那我们就把这张牌你拿出来啊。想抽3张，好，一同出现了4张。他的感受挺直接的，而且不必特别大的洗牌，直接出现了啊。他感觉他输了，你有你的坚持，他没有办法去说服你。然后他想在你身边嘛，就拥有一种比较胜利的感觉，但也失败了，因为他呢有可能在你的面前自尊心有点低落。这边出现了的世界牌啊，你好像划分了一个楚河汉界，所以让他觉得他没有那个自信心去打破这个楚河汉界。如果在之前你对他一直是很好的、很包容的，你是让他感受到非常多的愉悦和胜利，以及情绪上的美好价值啊，这个圣杯9号嘛，相互的共通啊，一同去享受这个生活呀等等。他骤然的觉得最近他感觉不到你了，有可能你们断联了。第一副牌的朋友，他觉得你在你的世界在自由的徜徉和探索，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他，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打造的非常好，而他想进入你的世界必须用你的方式，所以他也会觉得你是有一定的边界感，你认准了一件事物是比较固执的，有小固执，有傲娇在，然后他会觉得如果他应该比如说你们发生了争吵呀，然后一些冷战之类的啊，他现在的感受其实是受阻的，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动力呢，让他觉得他有一个空间，有一扇门可以推开就走进你，就是你是一个生人勿近生人勿扰的感觉。如果他挫败了你，如果他拒绝了你，最近他没有办法跟你去很好的沟通，他心里边其实是对你有点 sorry 的，他觉得有点抱歉，比如说挫伤你的自尊，比如说否定了你的一定的看法，但其实在他心目当中你非常的优秀，所以有可能你们两个人是一个正在平行拉扯的状态啊，这种拉扯是因为你们的力道相同，你们是棋逢对手的，然后他有可能会觉得你的异性缘还是不错的，只要你愿意，有可能你可以走出你的世界。但如果你划分了一个世界在这个地方，这是土星的牌，然后配到了我们这个 Strength 力量牌，恰好我们当下是8月，有些朋友最近就是卡住的一个状态，他的心卡住了。如果你说他在感受什么，他感受的是卡住，所以这个还是蛮直接的一个想法，或者说非常直接的一个情绪状态。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他的思考吧。Thinking 啊，他在想什么？他对这个事件在理性上的一些分析是什么样的啊？金币9、金币4，这个人在考虑金钱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呢，在当下这个阶段，他好像无暇顾及情感和跟你的这个，比如人际的共通往来耶。他现在想的就是我有多少钱，我应该存多少钱，这个月我应该怎么样去工作，而且他会紧紧的去抓住他能够有的，生怕被夺走了。所谓这个夺走是什么？比如说突如其来的破财呀，比如说有可能是一些必须要让他去花销的生活中的一些场面啊。然后从这个牌里边也看到，其实你们有可能在财富指数上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些朋友你们的工作、你们的收入蛮好的，对方和你一个是9号，一个4号嘛，有可能你们是9:4的啊，一个比分在这里，所以对方他在想法上认为他想要去拉你啊。这边这个圣杯5号其实是在河中，我们的公主已经在呼救了但是我们的王子呢，仿佛听到又没有听到啊，沉浸在自己悲伤的世界，无法去拯救另外一个人。那我们看到这个牌很有趣有这个在落水需要呼救的人，我们这边又看到了 OK 我们的主牌，所以有可能你需要他来拯救你一下，在关键的时候跟你共情一下，而对方的感受就是Oh my god， 我最近好累，我最近好辛苦，没有人理解我，以前理解我的你到现在都已经不再愿意走进我的世界，他有一种被遗弃的自暴自弃的感觉，其实他忽略了你的需求。我看到他这个行为会让你很伤心，也有一些朋友是反过来的啊，就是你们其实是给对方很大的，比如说包容了，甚至是帮助和给予了，但是对方反而会觉得我是一个弱势的，对这个位置，在这个关系里边 OK， 如果两个人想要享受自己的生活，我看看金币9的人在享受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在他的庄园里边这是一个美丽的单身贵族。那我们金币4有没有也是一个单身贵族啊？他是一个城主，虽然他只有4个金币，抱得紧紧的他还为自己顶上一颗当王冠。因此呢，我看到这个人在意念上是不想输给你的，他考虑的是有可能他想和你拉到一个10:10的比分，比如两个人是一样的，有可能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不一样的世界里边，然后他的想法当中是你不理他了，好吗？你不理他了，或者你不再共情他了，甚至你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在他想要一个人的时候，反而是沉浸在情绪里边，他无暇顾及，他甚至听不到，他感受不到。好，那在想法上呢，又有一点就是，如果最近你放弃的跟他的沟通，他是比较失落的，圣杯5是失落、伤心、寂寞，对，这些全部其实是一个感受上的东西，在他的想法上来讲，圣杯5毕竟有2个圣杯是竖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卡牌当中3颗倒掉了我们看到有血有泪，但是还有2颗在，而且圣杯2本身代表的是美好的灵魂伴侣和沟通。我认为这个人其实蛮想跟你沟通，但是他做不到。他守在自己的城池里面是走不出来的，所以从这些牌里边能够感受到Three of Cups， 他想见到你他想和你在，比如说以前有很好的这种沟通的状态、沟通的画面，他想跟你继续沟通下去的，他想跟你去重拾那个美好，把这3个圣杯呢，这边有3个圣杯掉下来拾起来。
所以有可能他也会有点想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啊。如果周围有一些朋友的话，能够给他提供这三只圣杯，他有可能会转变他的注意力啊，跟朋友啊多去交际一下。但我认为这个并不像是他在做新的选择，而是他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不那么孤独。我们去 clarify 一下这边的卡牌 Knight of Pentacles， 他和你是一样的，在这个感情里边没动，但是这也代表了他不想动，你也不想动。你不想动的话，他也没有沟通的意愿呢，这样的一个意味。他希望跟你回归到美好的，就圣杯9、圣杯3嘛，你们在感情上非常的相互理解，非常通融，在一起的这个每一个境界和回忆都非常美好。他怀念的是那一个东西。但有可能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除了这些以外，你们需要更多，比如说你们的价值观念呐，你们两个人相互怎么去搭建生活呀，等等等等。我认为这个人他其实只停留在第5步，如果要走到10步走到你身边，他在第5步的时候就止住了，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这个更多的能量和能力，他好像受着一些什么事物的牵引，比如说工作居家，然后或者说他自己有点封闭的世界，有点封闭的价值观念。我认为他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的是逃避或者是回避啊，然后我认为这个人是有想法跟你沟通的。Ace of Swords， Oh my God， 我们想看一下行动出现宝剑1，大家不要气馁，不要生气啊。我们继续看一下他有什么行动。The Hierophant in Reverse， 教皇牌的逆位，他有什么行动啊？ Ace of Pentacles， 我们再抽一张好吗？他的行动，看一下这个人他要给出什么。Three of Wands， Ace of Cups 好的好的，他有行动的啊。第一副牌的朋友，第一副牌的宝贝们振作一下啊，就这个人他会有行动。他的行动啊，我们调整一下 camera，他的行动是慢半拍的，有可能你早就想要走出这个状态了。而且我认为这个人是拒绝以后又肯定的，就是如果他拒绝过你，以及你拒绝过他，就你们之间好像在教皇的逆位是无法达成某一种共识啊，跟你们的理念不合呀，甚至双方的家庭是不同意的呀，你们的文化教育的状态不一样，比如他在读书，而你马上就要工作，各种各样的形态都有。他会在理性上觉得不行，我们现在还是不合适的，现在不是那个对的时间 OK。 但我看到这个人他其实是想给你一个 offer， 想跟你有美好的未来，而且他是爱你的，所以我在这一组看到了那种非常固执啊，非常就是怎么讲这样的一个词嘛，很轴，就这个人他其实非常的卡，有这样的状态啊。OK， 这个人会对你随后展现出他一定的爱和奉献，而且这个人他爱你的话，他会奉献，他为你做什么，他会实实在在为你说一些什么，然后他会一步一步的，好像是计划好他的工作或者他的学业、他的人生，然后再以他条件或他认为他状态 OK 的情况下给你一个 offer。所以这个人他未来有行动，而且是漫长的，就慢慢来的。从时间上来讲，一些朋友会说，哇，我什么时候复联呢？他什么时候有行动啊？现在还不行。Nine of Wands， Oh my God， 这个人好固执 OK。King of Wands and Devil in Reverse， 有可能你要给他90天的时间啊，最短，他要去离开这个卡住的部分，所以他现在还在他自己的一个圈圈里边卡着，不管他也在气你，还是他自己对自己有气，还是说他有很多抱怨委屈之类的，他要先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自我的释放。不过我认为他是可以想开的，因为我觉得他内心当中认为你是他生命中的权杖2，一道光芒，就你出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照亮他的世界和挽救他的，也有可能会给他生命非常强烈的希望，哪怕呢这个希望有的时候会因为云彩出现了啊，这个星星就没有那么亮了，看不见了之类的，时隐时现吧。不过我觉得这个人在最近的这10天，或者说 OK， 更多朋友更漫长，有可能2个月左右啊。然后我看到他其实在
OK， 未来的这个半年之后，也就是年尾的时间啊，12月到明年的上半年，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他一旦进入了一个舒服的、温情的情感状态，他认为自己回到他的舒适圈了，因为他需要一个舒适圈啊。这个人是金币4号。OK， 他有一个洞穴，或他有一个和你交流的更好的途径和方式啊。你们的这种相对不是有这种比如身份上的一些差别的，然后也不是有 argue 有一些争论论辩的。如果你们是和谐一起去看向那个未来的，他就会非常整装齐发，他会非常舒服的回到一个然后之前的非常有志向啊，有志青年或者是有志公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你去共话未来。我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倔强派的，所以当你们发生了任何的比如说争论呐、困扰的时候，他的选择就是倔强的躲到他的洞穴里边。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也可以去跟他进行一些沟通啦。这个人心中没有放下你哦，他心里边你是非常优秀的对象，所以你反而愿不愿意去放下你看到的就是你身上的骄傲和自尊，然后就走出你的世界呢？因为这个是你们各自啊从你们的意念当中感受上去幻化出来的世界，所以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们也对于自我和对方的评价是有一点点偏颇的，不是说你们更好或者是对方更好等等，而是你们之间需要非常好的情感流通和循环，就是沟通才能够让你的情感流通起来，才能够让你们去了解对方，对方也了解你，进行一个正向的循环。而且比较好的是，这个人他其实是在心里边呢，真正的想要给你承诺，或者说想要给你一些美好的礼物，他想跟你有一个未来。长远来讲啊，在短期他的表现我认为是非常差强人意的，而且他有可能呢既不要又要。这边有 Ace of Swords、Ace of Pentacles、and Ace of Cups， 你就说一开始拒绝了，一开始两个人都觉得不现实，但是你们却反而峰回路转，所以这是他在未来的行动上的啊。当然我们最后也可以看一下发展上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会在未来了，有可能是过了2个星期左右给你一个惊喜，有可能他会突然的跟你联络的，他会想给你一个礼物，要么就是来帮助你什么，总之他想为你做什么。一些朋友你们在异地恋爱吗？如果是异地恋的话，这个就非常 make sense， 但是我觉得对方他还是不太想放弃你的。这边我们看到恶魔的逆位，我们简单看一下未来的发展啊，然后再帮他传递一下他的话，看一下未来的发展。The Empress and Ten of Swords，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Ace of Cups，Ten of Cups， 看一下 Nine of Swords。 好，如果一些朋友已经分开了，分开是让你更美好的，能够让你更舒服的状态， Keep it， 你们可以去享受美好的个人生活，你可以非常闪亮，你可以拥有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感情和家庭。前提条件是如果分开让你更好。有些朋友你们的关系必须走向下一个阶段，是你们是平衡的关系，你们不是一方付出太多而另一方没得付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些朋友分开是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开始，你们现在要学会的是 The Empress Self Love， 你们需要 take care of yourself， 就给你们自己更多的力量和爱啊，哪怕在当下在一个感情状态普普通通的一个阶段里边，你也无条件在给予自己力量与爱。那如果一个爱已经让你有点遍体鳞伤了，你们需要离开这个 toxic， 有点让自己沉迷，有点让自己心累、付出能量的状态。你们可以多关注一下眼下有什么，你每天要做什么，你今天是不是可以给自己OK， 做一顿比较美食啊，做一顿美食啊，做一个美美的 SPA， 是不是今天可以自己出去活动一下，看一看美丽的花园啊、公园等等，可以跟小动物和大地接触，然后你们有可能才会把你内心当中焦躁的，在感情里边比较容易没安全感的那一部分抽离掉，或者说让它呢化解掉。我们在就这个娑婆世界啊，就讲到了这个是关乎于法的问题啊，就是修法和心法的问题。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其实是很难被转换的，一旦产生了恨，一旦产生了我对你的纠结等等啊，
它很难被转化，它也不能被消灭，就是我们自信里边这些感受啊，但是每一个这个五蕴当中啊，每一个都有自然的法性，像种子一样在里边。所以当痛苦的时候，你也可以在任何一个痛苦和不高兴，甚至是我们的习气，比如说发怒了，比如说今天就是嫉妒了，今天就是悲伤了，你可以在当中突然的顿悟。所以其实我看到宇宙也给第一副牌的机会去找到你生命最高的能量，有可能突然悟到了我应该怎么样让自己更好，然后不粘连在这一段，或者是在感情纯属是跟人的感情当中，然后你们会拥有更美好的爱，好吗？我认为这个人是爱你的。如果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不同的朋友你们在走不同的路，一些朋友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你们会非常好的在一起。但现在确实在未来2个月走到了一个 cycle 上，是你们的一些问题必须解决，才能够有一个彻底的新开始，或者说新阶段啊。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神谕卡。OK， 这边有2张。第一张我们看到就是 rejection， 这是第一张抽到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女神和画中的 OK， 她的爱人之间有着丝线，这个是业力。然后呢，你们有可能在最近拒绝或被拒绝了 OK， 或者说你们2个人就是时间没到，你们这2张牌怎么都有这个时钟在上边，时间还没到，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让你们真正的走向同一个世界，你们在2个不同的世界。好，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内心当中其实会产生一种你用尽所有力气都无法动容这个人的绝望因为这个人他很像一幅画，他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边站着，他能做什么？我看到这个人能做的事情非常少，因为现在的这个可以说天时地利和人和天时地利还不到，人是可以和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丝线般的连接的最近有可能你们会频繁的想到对方，对方也会想到你。第2张呢 procrastination， 预测预计这边我们看到女巫和她的一只猫，就是你们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这个事情其实容易点亮你的第6感，或者说第7感还是超感就让你们的超感苏醒。所以这个人的存在和出现其实有另外的一层意味，打开你超感的版本有可能你在高维度上，你有可能快乐3维度更快的学会了，有可能是预测，有可能是显化，有可能是理解了万物它发展的规律。当你一旦理解了这个规律的时候，你们的身上其实更多的有一层神秘的保护罩，神秘主义的色彩会体现你想到的，你感受到的，你在预计计划的更容易发生，你都知道灵在保护你们。好，8和这边35号代表了其实你累生累世，可以说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不是第一次遇见你遇见这个人，其实他是来帮你去觉醒你的好神圣高我的一部分的。好，所以有可能你透过他看到了最真实的自己，好吗？还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会感受到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你在不管是感受上还是幻想上，就你突然会想到一些时间和地点，你们做什么，这个是共识的就你和你的未来在共识的，好吗？所以你会感受到未来。你的缘分没有断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看一下他会不会来重新联络。 Ace of Wands， Oh my God， Eight of Swords， 他会来的，他会在某一天想通了突然给你简讯，未来2个星期左右吧。有些朋友可能晚一点2个月，有些朋友如果你这么有共识性，你想到他，他想到你，那岂不是会越来越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8这个数字OK。 好，在未来的这几天当中应该就差不多了，或者说你跟对方去联络一下，他也是非常的希望的，他很期望能够得到你的联络好，最后看一下他想说什么今天我们做的是我们许久没有做过的部分我们在研究和看一个人，感觉还是蛮有趣对，很可爱的一个主题。让我们看一下他说的话是什么。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你对我来说是全世界，这个应该不是假话您看这边2个人在
共享一个地球啊，你的存在让他感受到他活着。OK, I feel your presence even then be apart， 就是当我们分开的时候，当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和你在一起，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觉得你在他身边，好吗？我再看一下他有什么话要说啊。I should have shown you that I cared. I should have shown you I cared. 我应该告诉你我在乎的。这个 cared 是个过去时啊，我那个时候应该告诉你我在乎那件事了。有可能他表现了他的满不在乎等等啊，后悔了，好吧？第一副牌朋友可以对应一下啊，你说了什么他抱持着一种不在乎，或者说 OK 你可以这样做的想法。OK， 这边我们再抽 I am working 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呀，他在做这一点的，最近在认真的去生活、学习与工作，然后他有可能也通过这个在麻痹自己啊，所以他有一种让自己变成工作狂的倾向。然后其实他心目当中是他应该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才能够与你吻合和匹配，好吧？ OK， 你们两个人我感觉到在对的时间会重新相遇，在错的时间你们会有一种分分合合的状态，但是没关系 OK， 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他和你能够在分离当中也成长，这个是给你们最好的一份礼物和一份交代。好 ，Life is not as together as it may seem。好的，我的生活现在没有让我感受到大不相同了。他觉得没有你，他的日子好像过得不太一样，不太对耶。因为你是他的世界，你不在的时候，他又觉得你在身边。然后，如果你们 apart 就分别分离了，这日子感觉到就是没有那个滋味。我认为这个人其实在精神上对你非常有依赖，但是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他想要表现他是独立的，没谁都可以的。I want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我想和你共处更多的时光，共度更多的时光的。I don't feel ready for you yet， 我现在还没准备好。他好慢，当然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金币王后配金币骑士，要不然就是有年龄差，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就是你们其实很多时候跟彼此比较相像，都是有点固执的，会让你们的这个感情当中的相撞是激烈的，但是在拉扯的时候也非常的剧烈。I regret lying to you。这张牌两张对在一起啊，我后悔了对你说谎。一些朋友他有可能真的说谎，这组里边其实说谎能量不强啊。我认为这个人是属于实力和当下状态不太好的。他又对了一件事情说谎，是 I should have shown you I cared。那个时候我装作就是说不能说脸皮很厚啊，那个时候我装作满不在乎，充满了骄傲，我不 care 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实我说谎了。呀，其实我在乎。比如说你有可能会去约会其他的人，比如说你有可能会离开这个地方，你有可能会做新的安排。呀 they care， 他们是非常在乎的。然后我们再抽两张啊 I wish I could talk back sorry I wish I could take back my words。 他说了些什么覆水难收的话啊，他想要把一些话给收回来。最后一张I know exactly what I was feeling。 这张牌是这样飞出来的啊，倒着飞出来的。他后知后觉才能知道他自己的感受。这个人他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当他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在没有你的之后变化非常大了，或一些朋友他和你已经分手了，已经失去你了，对，他马上了就会感受到那个不同在哪里，或者说他的后悔在哪里，所以他有点后知后觉的后悔然后后知后觉的爱。
大家可以给这样的人啊一点时间，就是你们有可能需要节奏慢下来，有可能你的节奏非常快，你在给的时候给的非常多，但你撤的时候也撤退的非常爽利，甚至你的心里边会有很多的干扰，被他的行为和状态困惑住，你很迷惑他到底爱不爱你啊，他在给出一些什么。不过这个人我觉得他知道你的好，他知道你给了他一个完整的世界，但是他没有准备好，同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经常有一点后悔，然后他对于你的感觉和你的重要性也是后知后觉的感受的。我认为这个人他对你应该是有真爱啊，然后或他会再爱你一次啊，这个也是会的。不过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要如何成为一个女王啊？这个女王牌男孩子也可以对应，就是你的生活状态是丰满、美丽、健康、向上的。对，你们可以用任何的一个方法，让你们的生活的负面能量去转化成为正面能量，也可以将你们心中的不满意、不开心、委屈啊，我们说五蕴嘛，贪嗔痴慢疑，把它转化成为自来的法性，就是这个当中会出现智慧，会出现慈爱，会出现超越这个人世很多情绪、很多困扰的一层美丽的感知啊，我们称之为我们这个自信当中的一个美好的法性的提升和体现。祝福大家在这个过程里边啊，无论要如何去对待这个问题啊，在我们今天的占卜当中取得大家需要的讯息。那也祝福大家在未来一个阶段开心、平安和幸福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这个选择在你的手上，你可以选择要留要走，但是我看到你们怎么都得等，好吗？如果要，因为这边有2个时间嘛，你们可以跟着你们的感受去显化，去共识那个未来啊，去感受一下未来的你在告诉你什么。我相信你们其实在内心里边永远知道，对，永远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在下一步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因为你们的内在有一位女祭司，好吗？有一位祭司啊，这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雷达和预测的机制在。好，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第一副组牌今日的连结，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需要的讯息，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我们的第2副组牌颗白色水晶塔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一起来看的主题是你心中所想的他，心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他的想法、感受和行动是如何的？他想说什么？好，这是一个比较复古的主题啊，我们在水星逆行当中又把它重新的做出来，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连结来帮助大家去取得需要的讯息，帮助到第2副组牌的朋友们。好，连接我们的第2副组牌啊，对应白色水晶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它对应的想法，好，他心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看到17号是星星啊 Star， 很美的一张卡牌。第2副牌的朋友啊，首先他对于你有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既定的印象，你是非常多变的，有可能呢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季节，你的穿搭、你整个人的气氛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工作里边有工作当中干练的一面，生活里边有非常灵动的一面，你是多变闪亮的星星。有些朋友你们在社群媒体上非常的亮眼，非常受人瞩目，然后他会觉得你身上会有一些然后比较就 Starseed 的特质啊，耀耀不同于人的部分，你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的。星星代表了远在天边啊，然后难以争取到，所以有点那么白月光的意思啊。这个17号代表你很有智慧，他也向你学习或者说他也照你的这个方式去共通了很多智慧。在这个当下看到星星牌，他心中的你可以说是一成没变的，一成不变的是你的闪耀，一成不变的是你的特别，所以你是他心里边特别的一个人。有可能我们其他的卡牌当中连接的信息啊，是当下他心中的你是如何的。那我认为第2排的朋友，他心中的你就从遇见到当下，还是说你们当下不再联络了，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是你是闪闪发光的星星，你是闪闪发光的北极星。好，有些朋友你和他有可能不在一个城市和国度，也有些朋友是在不管是情感还是对于你这个人的了解当中，
他会发现你身上有非常独一无二的优点和特质，而且是不容易被 copy 不容易被复制的。有些朋友你是一个有点距离感的人，好，我也感受到在这个人的眼中啊，你有的时候有一点星际种子和宇宙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周围的 aura 跟平常的人的震动不一样的，所以进入你的世界不是那么的容易。我看到你们有很多美好的奇思妙想，突如其来的感受和创造力都非常强，他很羡慕和喜欢你的这一点。我认为这边有两个不一样的信息和方向。如果他非常喜欢你这一款，非常喜欢你，他会久久不能忘怀，一直在心里边都有你。如果他和你产生一定的分歧了，或者你们曾经有过一定的摩擦，他会觉得我和你分道扬镳，我们不在一样的一个世界里边，而你在你的世界还是独自非常闪耀的。这个人认为你仿佛不需要太强烈的这种情感归属和精神的依附，你有你自己的追求和信仰，所以你也是独立的。这张牌其实和塔罗中的星星能量是非常相似的。好，他也有一种遐想在你的身上，你会给他一种遐想和想象的空间。如果还不熟，如果刚刚进入一个暧昧关系的话，这张牌来的也恰恰好，就是你是他想象以外的对象，你是他幻想以外的对象，因为你太不同于寻常了，你超越了他的想象。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副牌啊，第2张，我们看到是 denial， 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当中的精灵啊，他用花朵当成了耳罩，把自己的耳朵罩起来，然后有蜜蜂有蝴蝶飞在他的周围啊，一概不是，因为他其实处在一个他想要的世界。这张牌的意思就是有可能你们把自己隔离在你的世界里边，有可能你曾经在感情和人际交往当中也受过一定的委屈，所以你有可能无法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世界。这张牌长得很像，有没有？色彩同样，所以一些朋友你们身上的 aura 是淡蓝色、淡绿色、淡紫色、白色的，有很多是星际种子和上3轮比较开的朋友。对，你们在这个3维世界，就是你只想静静的绽放，然后有很多人事物你是不愿意去打扰或者纠缠这个业力，或者说进入他们的范围和空间的。这个牌也代表了其实你们可以放开自己去经历，你们可以听听周围的声音，你们是独自美好的人。所以在他的眼中，首先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后你的异性缘或者说你的同性缘应该非常非常的不错。有些朋友你们忙碌于自己的生活，你们展现了个人的美好的蜕变，所以有可能这几年的你和过去的你是不太一样的，或你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突然的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的蜕变就突然产生了。第1号牌是一个自我觉知，也代表了你本人是一个极具个性的 star， 你是一个星星， or you are superstar， 你是一个明星哈，很闪耀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牌里边，他把你放在了心里很特殊的一个位置，你在他心里边总之是特殊的一个艺术品，跟谁都不一样，但是也有那种感觉，如果你们没有在一起，他觉得你不应该为任何人所拥有。然后你有可能不会敞开自己让其他人去接触，或者说占有你的空间和占有你的频率，然后他会觉得你的心门很难推开。因为我们这个牌里边也有一个防守型的姿态啊，就我们把这个花花的耳包啊紧紧的包裹住，然后我们的这个双手也在心轮的前面啊，是托住的，是打不开的。所以他会觉得有可能你心轮的一部分不会为他打开，或不会为他再打开了。好，第1副牌说你们有一种茉莉花的感觉，在他心里边你是茉莉花，好，或者是白玫瑰啊，有点带刺的感觉也有的。然后他心中的你是一个，我觉得你们的颜值应该蛮高的，但是就是你会表现出一种不开心，就是每天我是不开心，我不喜欢这个世界，我不喜欢一些发生的事情。很可爱，很可爱，但是他会喜欢你的这一点，他会觉得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来去连接你，或者说来去让你关注到他的世界，
但你活在你的世界的样子也非常的美好，好吗？然后一些朋友，你们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忙碌的，有可能你们是创作者，你们有可能必须要专注在你专注的事情里边，他也会觉得这是蛮神奇，然后蛮让他好奇和感受到你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磁场。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他心中你是怎样的，我们再补3张 Tarot 塔罗牌，也帮大家呢做一个检验证，好吧？第一张 Nine of Pentacles。好，我们再看一下第2张是什么 ？Ace of Wands。Six of Pentacles， 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OK， 你有可能在工作生活里边充满了创意，你很会享受生活，然后你会播种也会收获，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蜜蜂、蝴蝶、花朵、果实啊，所以有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个人资质和条件是不错的。Ace of Wands， 你们敢想敢冲敢拼的，所以做一些事情你们会出其不意的给出行动有可能创造性和行动能力也非常强，在工作和学业当中应该是非常闪亮的，或者是非常优秀的人。但是 Six of Pentacles 代表了有可能你不愿意多去给予，你不会去轻易打开你的心，然后你会在个人的生活里边有一道结界，然后有的时候你会付出非常多，当你认准了一个人，你付出非常多的时候，没有看到相应的回馈，你有可能会就此永远的收回 OK， 收回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关爱。所以我们今天抽到权杖女王的牌耶，这边都是权杖啊，权杖金币啊，这边我们看到有这个火象、牡羊、射手、狮子，这边看到一些土象星座摩羯、处女、金牛，一些朋友是有天王星、水瓶特质的，在这一组。为什么想笑啊？因为他其实觉得你非常有个性，然后你非常的有可能是难搞定，还有就是当你愿意去给一件事情，当你承认一个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无条件的去给予，但当你不喜欢不愿意的时候，你会一发不可收拾的对待对方，给予他你的背影，就是你不太会去过度的理和关注那些让你失望过的人。所以我感觉到就是你会对待周围的人事物的判断标准是对有你严格的，以及有你不相信人性的地方。一些第一副牌的朋友有点回避性的，就是你们其实在内在，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的事业发展机会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外形和品味都是非常的耀眼的，但在内在里边你们有可能拒绝和不相信人性，这有可能也是一些星际种子会偶尔感受到，或者偶尔去可以说是表现和发展的。然后 Six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有可能你对于他的爱和回馈让他觉得是稀少的、吝啬的，因为他好像给了你，有可能给过你这种关注。再者就是一些金币6号的逆位的朋友，是你们对于金钱，你们对于数字比较敏感，你有你自己要去经营的东西，所以他觉得你也有非常精明的经商的这一面，你不轻易的给出自己，要么就是所有。但是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你已经拒绝他了，或者说你已经在内心当中有一点就是抗拒。有可能为什么一些朋友来到这一组，就因为这是大众占卜嘛，有可能个别的一些朋友是争吵过的，或者说分手过的，但是不管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搭建的，他都会觉得你其实并不是一个敞开给任何人的人。对，你的花园或者说你的这一个人是有神秘感的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标高你的价位，标高你的市场净值，所以你们其实是容易被人追逐的奢侈品就跟你在一起其实是一个奢侈品。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也需要去考虑一下。当然这个其实并不是在去控制或者说我们去 gaslighting 一些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们要去理解你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好，你们有可能就是我们说到这儿一些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有些反差感，就是当接触你之前呢，你会非常的神秘闪耀，然后你会有一定的边界感和神秘感，但是当你去对无条件的付出，你非常无畏的去付出的时候，
也会让有一些不了解你的人呢，有点大跌眼镜，就是你可以居然付出这么多。是当你去开始依赖和渴求人性里边你可以去依赖的部分和收获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卡住的时候到来了。所以一些朋友可能感情不是很通畅，这是 Starcy 感受到的一些信息啊。当然他心中你是怎样，他感受的没有这么远，有可能他不知道你个人的情绪和感受是什么样的，但是他看到的你其实是一个奢侈品，好吗？是这样的。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我们再看他的想法，好吧？先看他的感受，是什么呢？ Two of Pentacles， 你这边最少2张。Three of Pentacles， Queen of Wands， The High Priestess。 他怎么了？他最近情绪不太稳定啊，起伏不定的，而且这当中有你的因素因为你的一些决定和动作，然后他会有一点如临大敌的感觉，有可能竞争者出现了爱情里边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你们有可能在工作里本身就有联络和交往往来嘛，这么多金币嘛所以你的一些风吹草动和决策，你有可能和其他的合作方同事走得比较近的时候，他会有点嫉妒这个是我感觉到他的感受。他感受你呢说一不二的，而且你其实有非常强烈的自我主见，你非常坚强和倔强，你有你的光芒所以他也控制不了你，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一些想法，他只能远远的看着。而这个时候他是非常摇摆的，他既想上前又怕被你的火焰灼烧了。这个人出现女祭司的时候是不理智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因为你情绪化他有可能会因为你情绪蛮崩溃的。为什么？当你做你自己的时候，因为这边看到金币9权杖1，其实它就是一个权杖女王，因为这张牌刚刚出现了。当你丰盛的丰满的做自己的时候，当你杀伐决断的时候，对，它影响不到你的生活，反而会觉得 OK 你和他的生活状态是有差距的，他走不进你的世界，甚至他入不了你的法眼，好吗？这个人其实在内在是比较想要去追逐你、崇敬你以及听你的话的，他是有这样想法的。但如果相反，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是比较温柔的，就外在来讲温柔内心他在走进你的世界里边就会感受那种落差，就是反差。你外在非常的温柔，然后非常的可以说是好像一朵茉莉花一样，软软的、美美的、香香的，或一些男生朋友阳性能量的朋友，你们有可能看起来是谦谦的君子。OK， 走进你之后，发现你内心中有一个猎豹，然后他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无所适从，所以他的感受里边，他对你是既爱又恐的。这个恐我感觉不是怕，是有一点点的恐惧和担忧。担忧什么？担忧他做错一些行为，走不到你的心里，也担忧跟你呢有一定的距离感，不知道怎么拉近。有个别的朋友是工作关系，有个别的朋友这个有三角关系。在这样的关系出现的时候，他比较怕的是，反正你做出你的抉择，你不会去过度的关怀、共情和理任何人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一匹猎豹嘛。我觉得最近这个人他是比较为你抓狂的，他在心态上其实并没有很好，而且他很在乎你因为这边出现了权杖王后，也就是说他在乎你，或者说他想要赢得你的关注，这种感受上也是有的。或者说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周围有一些追求者，或有一些其他的分散你精力的事情，包含了你的事业的话，他想要去引起你的注意和关注的。在感受上他时常忽略他的感受，随着你就走了，随着你的感受就过去了。而且女祭司的逆位是抓不住自己的感受是飘飘忽忽的，然后是有的时候出现了情绪化的反应的你对他怎么了？第二组的朋友我们再往下看一下他的这个想法，我们说 thinking 他在想着一些什么呢？那第一张金币的国王OK make sense。 第二张 Wheel of Fortune， 我们再看一下他在想着什么呢？
King of Cups 正位，两个国王出现了，这边还有金币2。第2排的朋友，你们在被很多人追吗？有可能你们的个人的资质条件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又飞出来一张，为什么这么远啊 ？Six of Swords， 我们再抽一张啊，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这个是想啊，不是动。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他想了之后怎么动啊，看他怎么想。就是他其实想取得你这个机会，有些朋友你们是在暧昧阶段的，或者他刚刚认识你的，他跟你是工作往来的。有些朋友是你们处在了一个就是卡住的状态里边，进入交往的话，他一定是以你为主的。但是最近他突然出现了这种小我的叛逆，就我不想听你的，或者说我不想去什么事情都过度的考虑你的感受，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也会有一种突然他情绪就崩裂，有点暴走那种感觉。他的想法是他要回归他的生活，要正常的去工作，而且取得成就的，然后呢再展现在你的眼前，华丽丽的让你看到他的与众不同。所以这个他想法里边就会有一种他要整理好自己啊，他要转换自己的状态啊，甚至他想给你一种我突然就与众不同那种状态。我觉得第2排朋友你们应该可以理解吧，就是有可能他之前有一些事情搞砸了，做得不好，有可能你的能力超越于他，有可能你甚至是他的上司，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种 OK， 有一点小孩子在就是幻想啊，就是幻想剧的那种状态。然后我认为他其实是非常想要去在你面前体现出他的权力、能力以及魅力的啊。圣杯国王是魅力和吸引力，所以他想要用这个方式吸引你回来。这个命运之轮的正位是有很多人他也在整理好自己，他也想让自己呢回归到一个状态比较不错，起码不是情绪化、内在凌乱的状态。所以他内心越乱，他有可能越把自己弄得规规整整的有可能他也会装点好自己的形象，打扮一下，让你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那这一副牌里边，对方他不跟你正常沟通啊，他的想法是展现自己啊，所以这个想法我们说为什么有点像卡通剧，有点幼稚啊。Six of Swords 如果正位的话是一同解决问题来的，如果是逆位的话就是他跳跃过这个问题，直接进入 OK 下一个阶段，开始我的表演，这种感觉。金币1号他想给你一个承诺，或者说他想拥有，他在这个感情里面是没有放弃的，想法上没有放弃啊，但是这个放弃里边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头脑组织工作，他再去 manifest， 他再去显化什么，他再去计划一些什么，我们通过牌就可以感受到了。这个人最近有好好的工作和认真的，有可能是学习啊，或者是思考和提升自己因为其实到了跟你的感情挫折里边，他也能够在这个部分去成长的，所以其实你是能够让他成长的一个人。不过我认为这个人的沟通技巧上有点问题，有点笨拙，所以他其实有可能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吗？他想法上也他也有想给你解决问题的意思啊，但是总是想让你呢去不一定是你主动做什么，但是他需要你主动给出态度不然的话他就会比较迷茫不知道往哪里去走其实在心里边他是从属于你，他对你的这种依赖性和关照吧，这是比较多的。如果一些朋友会觉得没有啊，对方对我脾气超差，对方主动最近跟我去断联，或者是已读不回的，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他在做他的这个 OK 掌控，因为他希望能够让你乖乖的回到你的位置，或者回到他的世界，所以有可能他也在通过创造他的人设和形象，然后来吸引你。有可能他也会搞神秘啊，做一点转变之类的。总之是那种秘而不宣的状态嘛。宝剑6的逆位，突然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展现在你眼前。有一些朋友他认为的是自己要有了面包才能有爱情，所以当面包和爱情他都想要的时候，他现在在努力去工作和争取，有可能到达跟你一样的水准，或者到达他认为比较金碧辉煌那种状态，有些目标他想去实现。好，他希望他的感情是好的，我认为他希望他跟你是有一个解决的，或者说两个人是往前发展的哦。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行动是什么样的这个人会怎么动呢？我们抽一下
第二组的朋友会怎么行动？很卡哎。好，其他的牌很卡，在行动上很卡啊。我们看他会怎么动啊，或者是有点别扭。好，加到的是 Three of Swords， 宝剑的3号。宝剑是 thinking 啊，它不是一个行动，所以他现在没得行动啊。第二张圣杯10的逆位，第3张是什么？他会怎么动？我觉得他不知道他该怎么行动。但是我们从预测的这个范围上来看一下 ，Nine of Swords， 宝剑9号在原地发愁吗？这是他的行动啊。最近没动的，在原地发愁啊，受苦啊，受感情的苦。有些朋友是三角关系的话呢，对方是在想要一个决策，或者说对方如果需要分手，他在一个分手的边缘啊。那如果最近这个阶段里边，你们有一些争论呐，然后你们有一些需要去给出答案的地方的话，他是想给出答案的。然后我认为他现在不知道怎么组织他的语言，最近他是反而更加困惑，更加纠结。然后你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我认为他和第一组不一样，这个给时间是他内心是更脆弱的，有点玻璃心的一个状态啊。然后你最近真的是有点崩塌了。内在碎掉了，它已经碎了，所以呢，我觉得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如果你可以等啊，或者说你想要去继续你的生活，就只是再去看一下他就罢了，这个人会来再联络你的，这个信息非常明确，但是我觉得需要他在整理好和想好了，而且想要给你一定答案和规划的时候会来联络你，时间不定，一些朋友可能是2天3天后。一些朋友是2周，2周左右能量是比较多的。当然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早已经去按照你的方式和计划去生活了，起码你要这样去表现，因为这个是他内心戏，他要自己走完这个内心戏所有的流程，有可能才能够让他明确的去得出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呢，没有人能够给他，是属于悟啊，他要去悟一下，了悟一下，在感情里边他需要去迎战什么，他受伤和心碎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你拒绝了他，跟他分手了，或者你对他哪个地方是不太满意的，最近在跟他呢，就是有可能进行了一些沟通和争论，我觉得他最后是可以改掉，或者说可以去给你一个还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也是要等他想通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他怎么做都是有点自我矛盾的，有点纠结和善变的，有一点这样。但是我认为这个人他是非常想跟你沟通的，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啊。我们再看一下未来的发展，他的行动首先在原地凌乱，然后我看到过了一阵子，有可能水星逆行过了，比如月尾了，他有可能也想透了，想通了，来沟通之类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再看一下未来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状态，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给到我们啊？好，我们就用这几张好了。金币3号 ，Page of Wands and Two of Swords。好，我觉得你们之间在要磨合的地方非常多，所以如果要比如说进入一个稳定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和承诺的话，这个人我认为他是想他也愿意，但是你们2个人之间的状态的磨合，包括性格啊、价值观念的磨合，其实非常的多，所以我认为你大概率是容易拒绝他的，就是来到这一组的朋友，你容易拒绝对方。如果你们是无条件的去爱对方、等待对方的话，我认为他有可能达不到你的满意。因为其实你一直在一个宠爱他的状态，就金币6号嘛，给他更多的状态，这样天平是不能平衡的。你需要放他去自主独立的去了悟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才可以。有些朋友这个牌是未完待续的，然后又出现了世界牌，我们遮挡一下，我们再抽一张。我们看到吊人牌飞出来了，就你们之间的问题是长的，就是拉扯是比较长，就期间也是比较长的。所以我看到在未来的半年到9个月当中，你们2个人也是比较容易时而联络，但时而也是因为彼此的观念还是不大一样，然后又把这个事情搁置在了原地。
好，所以其实它的发展呢，随着我们的心之显化去慢慢显化的，这个不是最重要，但是可以给第二副牌的朋友一个提醒，是按照当下的能量，未来会这样去发展。我认为如果一些朋友渴望对方解决问题的话，他会有一点拖延，他这种拖延其实是没有心力去完成这个问题了，他的能力、情商、智商、智慧都在当下这个阶段有点被局限住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能力去集合完成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是没能力的，他是有的，但是在感情里边关心则乱，就是他对于自己和对于你都是一样的，会让你们反而呢无法去施展，所以有可能确实在能量场上需要给他一些空间，让他自我了悟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2张是连着数字啊，第一张出现的是22号，这边我们出现是21号，很有趣。然后这2张牌其实都代表了一些自我的更新啊，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这个了悟的话题。第一张是 Have Faith， 也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第二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有一点宗教信仰，或者说你们其实追求你们的理念，光的理念，你们有个人的目标，这个能量其实是强于爱情，所以爱情有可能会出现的像是一点点双生火焰，一点点灵魂伴侣的课题，让你们去真正的了悟和找到自己，或者说归属于你的这个意识形态体系，重新的去在里面进行学习和提升，或者说帮助一些人。因为第2章我们就看到 healing， OK， 首先你们最近在学习的是疗愈，有可能是疗愈自我。第二牌的朋友，你们有一双很美丽的手啊，然后这双手是非常有能量的，所以其实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双手呢去疗愈自我，也疗愈周围的人。我看到其实你们的共情能力超强的，所以你把你的耳朵遮起来，因为如果你是高敏感体质每天你走到街上跟每一个人都能够产生共情的时候，你的心会非常的累，你会承担太多情绪，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单独的这个存在，比如说你走在街上这件事情，就已经完成了你对于这个3维世界的疗愈了。我觉得其实第2排的朋友，你们并不需要承担太多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只是在去努力的完成你对于这个3维星球更多的作为，更多的帮助和提升所以我觉得其实本来是你们没有特别想要选择爱情，如果你愿意去选择这个人的话，我认为这个人他其实愿意，他非常的愿意走到你的世界，但是你的世界仿佛 OK， 仿佛你不会再去依赖了，仿佛你已经戒断了这个依赖和情绪的这个课程，所以你愿意自给自足，你愿意丰盛美好。好，如果这个人出现了，我认为遇见你是他的课题。好，你的课题是什么？我认为第2排的朋友，你们自己会在你们个人的各种的灵性成长事业里边去寻找，但是唯独爱情其实是你们反而可以放在优先位置的外面，第2位、第3位、第4位以下的这样的。我看到你们做自己宇宙让你只是做自己，去爱的时候做自己，去离开的时候也是做自己，这样对你们来讲，你们会完成你们更高的使命和合一。而对这个人来说，他的功课还是一样你给了他需要做的功课，他要在这个境界里边来完成，这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当中的一种约定吧。我认为这个人为了你会看到未来，你会看到一定的希望因为你就是他的这个 star 星星嘛，好吗？最后来看一下他想说点什么我们给他一个这个说话的空间You were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 你是我世界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是他的 lucky star 幸运星嘛。你出现的时候，他的世界出现了幸运；你出现的时候，他的世界出现了光，好吗？第2章 It was always been you， 我的选择永远都是你。然后非常美丽和有点肉麻的情话还很不错很不错。那我们继续You and I were too young， 我们之前都太年轻了，那个时候我太幼稚了然后时过境迁了，有可能他会对之前你们所发生的一切产生更多的了悟。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他想说点什么，我们让他畅所欲言看一下My past still haunts me，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有的时候会伤害我，会影响到我的。对，他有一点，看一下啊，内心小孩有可能有点心理阴影的。为什么圣杯5号？我觉得他的情感体系是脆弱型的啊。当然我们理解他，我们懂得他，然后我们准许他做他自己，走他的这个他的 life path， 或者他的这个灵魂觉醒的这个路途啊，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经历和感受。他认为他的过去对他是有一定影响的，有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关系，内心小孩的关系啊。这边一张牌是什么？ I want to be there for you， 我想等你，但是逆位出来的，就想等呢又等不了的那种。我们继续再看一下他想说什么。 You inspire me， OK， You were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啊，你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东西，你指点了我，你照亮了我，你给了我灵感，你是一个星星，好吗？你出现他的世界是他的幸运。我们继续看一下啊，飞出来了，よいしょ啊 I want to tell you how I feel， 但这张牌为什么就是拾起来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它很沉啊，感觉它很远啊？这是一个共识性啊，他想要去对你进行某一种告白，但是这个量挺大的，其实他的这个感觉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但我觉得他说不出来，而且这个他有可能要不然就是跟你长篇大论的，或者说他有很多情绪就藏在心里了。I love you， I love you。 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认为他是爱你的，就是他在灵魂上是真的爱你的。对啊，而且有一种错过了，然后但依旧会把你当成他的月光的那种感觉啊。我爱你，好吗 ？OK，I love you. I want a new beginning with you. 我想要和你有个新开始啊。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张是什么。I know I was a distraction from your pain. OK， 我知道有可能。我是一个可以让你转换注意力的，让你在痛当中转换注意力的情感连接，好吗 ？OK， 因为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有可能内心当中也有很多痛，你们两个人有可能都会有着，对，让你们痛过的过去啊。但痛这件事情还是一样，我们如果在修行的角度上来讲是好的，在痛当中能够。特别是阵痛里边能够领悟到和学习到的以及成长到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人在灵魂上爱你，他有可能视你为他的这个灵魂的向导，或者说导师，或你是他的光芒。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现在想和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他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他现在 OK， 他现在都在他和你两个人啊都需要时间和空间去疗愈自我，就这种疗愈是深层的，而且是你们有可能可以在灵魂层面传递给对方很多信息，但是你们需要各自疗愈一下。他在遇见你的时候，他是真的感受到爱了，这个经验对他来讲也非常的重要。OK， 我认为这个人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在牌底看到了一张牌 I need you to help me。但第二排的朋友啊，还是一样，你们的人生和你们当下要去做的任何事情是怎样的一个计划，保持你的一个状态 OK， 因为你确实你不需要让任何人来分散你的注意力，包括你在痛当中的注意力。原因在于我看到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灵性非常大的成长，震撼性的成长和觉醒的。你们是一个疗愈者啊，但是如果是亲密关系当中的话，我们这种疗愈反而因为我们的这种情障啊，就有一层障把我们障住了，无法奏效，我们往往无法疗愈我们最亲近的最亲密的人。所以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你们不要心碎，继续保持你们的状态，无论他是依旧在你的生活里边，还是他已经选择远行了，我看到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长久的可以去相互点醒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牌里边没有看到这个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果，不同的朋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显化，好吗？祝福大家在
这个感情课题当中啊，这个阶段也可以有所成长。OK， 我看到你们的能量会成倍速的啊，就是提高和发展。也祝福大家在生命当中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我们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感恩跟大家进行连接，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左牌一颗绿色三角塔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抄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你心中所想的他心中的你是怎样的，他的想法、感受和行动分析，以及他想说的话是什么。我们会通过卡牌传递给第3组的朋友们，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好，许久我会做这个主题啊，感觉还是比较开心，然后也会对于我们的占卜内容是非常期待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在主牌啊，第3组选到了绿色水晶三角塔，我们看一下在他心目当中的你是如何的。我们这张主牌很美耶，是1号 Murmur 窃窃私语啊。关于这个窃窃私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神的左肩膀上还有一只白色的蝴蝶正在震动出金色的讯号，好，正在她的耳轮附近闪耀。你的声音，好，你传递给她的很多东西会在她的心轮当中有所回荡，有所回响，所以她经常想到你的一些话。这张牌里边呢，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给到他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温柔啊，然后有可能承受了一些委屈，有可能你们会对周围的人是付出更多的，你们很多时候是会收藏你们的感受，但这个牌当中也代表了你们的3眼轮和心轮、太阳轮是敞开的，如绽放的鲜花一般啊。正在生机勃勃地焕发出你的生命，所以在他的眼中你非常的美丽，然后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温柔。第3个牌的朋友，你给予他的这个印象和形象啊，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去包容周围的人。 OK， 你会给予周围的人救赎，然后在比如说发生了意见的不同，发生了一些问题的干扰的时候，好，你们更多的会给予出你们无条件的包容和理解。有的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感情当中承受一定委屈，他是知道的。我看到你们试图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但很多时候你们喜欢去打开你们的心轮，去连接这个世界，所以你们会无私的把你们的美好分享和给予你周围的人，因此这个人心里边是有一份感动，一份动容。你身上带有的爱是超然的爱，是超然的与众不同的温柔和温暖，而这种爱的背后也有你的美。好，你从灵魂到外表的美也会让他呢记忆犹新。我看到你们有的时候的目光啊，或者说你们的某一个侧影啊，在他的印象当中留存在他的脑海里边啊，然后他们对你们是有一层滤镜的。好，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我们抽到是27号 Compassion， 也是慈悲爱，但是这个牌里边的画像的一个感受是无条件的付出，甚至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果你们曾经在一起过啊，恋爱过，我认为这个人他看到了你其实是一个肯为了爱情或肯为了你认定的一定的事物拿出你的所有的人。那有的朋友对待他呢，就对待你心目中所想这个对象是有切实的付出的，有的对象是你对他有切实的期望，你期望他在感情当中能够真正的去比如说敞开自我，比如说给到这个感情十足的回馈，哪怕你没有说，他在心中是理解的。我看到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种付出和奉献状态，但这并不代表你们爱的卑微，这是你们爱的方式。他会觉得你们内心当中是极度向往美好和美好的人，在这个纷繁的大千世界里边啊，你们的存在是他特殊的一个港湾和一个像是定海神针的形象啊。OK， 不过他觉得你其实是
需要，或者说你依赖于连结，或者说情绪以及情感，所以你们有可能对于感情的需求，你们对于感情的重视程度是更高的。我觉得他欠了你什么哎，就是我从这个牌里边感受到，他想到你的时候，他觉得你很美好，但是你对于他的一定的付出和奉献，让他觉得他确实欠了你一个回应、一个答复、一个交代，委屈你了，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还有第三组，不管男生女生，你在他眼中是俊男美女，对，形象非常美好，然后但是你们是沉默的，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个 Tarot。首先我们看一下在他心中的你啊，有一张月亮 ，Oh my god， 直接出现了一张教皇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 ，Ace of Wands。你们是不善于过度行动的，你们心中有自己的一套准则，而且你们对待你们所信仰的，然后你们所需要去搭建的这些规则、规制等等都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你们有可能在工作生活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实践者、实行者。第一张月亮本身又代表了你们是温柔、腼腆，但是内心当中又充满了复杂不安的一群人。然后你们需要切实的承诺，所以在任何事情出现和发生的时候，你们会去确认再三。月亮的出现代表了你有一个非常大的 cycle， 对，当你的情绪来了和走了的时候，也会非常明显的去展现出来。他会认为呢，你们是一个任何事情底下都非常需要实事求是的人，因为出现教皇配月亮嘛，月亮是不安啊、迷惑性啊，或者说怕有欺骗性出现，然后也怕有一些情绪带来的误会出现。那教皇就是照本宣科，我们开始去对一下是什么状态，所以你们基本上是遇见问题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然后你们也会需要对方给予非常切实和肯定的一些 sign， 就是不一定是回答，不一定是解释，但是你需要得到一些比较客观三维世界当中的参照标准，来让你进行各种各样的判断。你们想的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细致和具体。有些朋友身上你们有处女座和双鱼座的元素啊，这个对宫星座会出现。权杖一的逆位代表了你们不善主动行动啊，你们是一个遵守规制啊，你们也是一个按照可以说是规则吧，一步一步来的人 ，step by step。所以做任何事情，你们基本上都是可以去一步一步的耐心细致做好的。有的时候权杖一号和月亮一起出现，也代表了放弃，就是你们有可能内心当中有你们遵循的一套原则，有可能这也是你们的家教呀，你们当下处在的这个集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必须要去履行和理解的东西。所以你们有可能有一个想要去自由放飞，想要去私奔到月球的想法，但你们都会放弃。大家心里边其实你是一个相当诚实的人，你会去展现你内心当中真正想要的和感受的。那他也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女性角色，阴性能量的话就是惹人怜爱，他想要去保护你，他想要去给你更多。如果是阳性能量角色的话，就是他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可靠，以及你说出来的一些话其实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是可以当做参照标准的。这个人心目当中的你有的时候是不敢的，权杖一号的逆位是你有可能不敢去迈出某一个重要的一步，所以跟他有可能会盘绕在一个暧昧关系里边。我们这边有一个月亮嘛，有个别朋友这有可能是三角关系。然后这个人心目当中的你呢，也有一定的神秘性和脆弱性，这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当月亮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个感应力非常强，甚至在感应力更强的时候会出现相关的情绪化反应。有一些朋友你们是爱哭的好吗？其实也很可爱。我看到你们有可能有一些计划搁浅了，或者说你们曾经相互承诺过，你们想要一起去做过一些什么，有一方搁浅了，有可能是对方也说不定呢，不然他为什么会对你有一定的歉疚感呢？好，这只是 Starseed 的推测啊，从这3张卡牌当中也能够感受到
他认为你是一个感受派，他认为你是一个情感联动派，他认为你是一个有疗愈能量的人。但有的时候你会因为这种敏感度而变得情绪化。他认为你是一个不善于快速执行某一些问题的人，因为你们呢总是在去确认再三，然后你们是乖的，就内心里边你们是听话的。听谁的话？有可能你内心当中有这一套价值观念系统，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啊。其实你们的超感能力非常强，他觉得你的感应力和第六感蛮强的。好，那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啊，看好了他心中的你，然后他认为应该对你去，比如说他应该对你负责任，他应该去给你做一些什么，他始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可能也是你们能量交叠去产生的一个化学的反应。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感受好吗？在这段关系里边感受是什么？星座上啊，这边有双鱼座、处女座，这边有一些个别的朋友呢，有这种土象星座和火象存在啊。看一下感受 feeling 啊，这边是 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我们整理一下这个卡牌，我们再继续抽啊，看一下他的感受是什么。The Lovers， 看到恋人牌了，他喜欢你啊。如果他刚刚认识你的话，他喜欢你的。King of Wands， 权杖的国王，他的感受。来抽一张好不好？ Eight of Swords， 他感觉到对待你啊是一种悸动，就有那种悸动出现了，所以你会让他挺怦然的。在感受上想到你的话呢，心呢是能够跳漏一拍的啊，心跳乱了他的节奏。那这边出现了宝剑八呀，代表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在看到的是一个感受牌嘛，他感受他喜欢你，但是这以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来源于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多做一些什么。我觉得他其实对你是非常感兴趣的，他喜欢看到你的一些动态，他喜欢跟你去联络，或他心里边是愿意想到你的，想到你是美好的地方，美好的层面，而且他认为你们两个是非常相配的，然后你们的一些兴趣爱好是相符合的，互相是有吸引力的。感受到你的时候，他感受到有可能有很多话还没有跟你说，没有去展现自己，所以有一些刚刚认识的暧昧关系的朋友也会在这一组。有可能你们一起做过一些公益活动啊，或者说你们在某一些组织工作里边去短暂的见到对方过。这个人他会觉得你身上有两面，因为双子嘛，这边我们出现这个恋人牌代表双子座啊，这个两面，一面是非常温柔的，一面其实是比较热情，然后比较灵动，以及具有一定的这个灵敏性的。所以他会觉得跟你之间其实会有一种比较搭调的感觉啊，有可能你们是一动一静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好，最近他喜欢你，我认为他喜欢上你了。如果这是一个旧人的话，你始终在他的心里边有一个这个人是我喜欢的，有这样的一个位置。除此以外，更多的感受他感觉不到了，因为也要感觉到嘛。但这边宝剑八是限制性的，所以他这个感受就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当中了。我觉得他对你也是欣赏的啊，不管是你们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当下有联络没有联络，他对你都是非常欣赏的。他觉得你有非常好的艺术鉴赏能力啊，然后有可能你也会，如果是工作的关系和环境的话，你也会非常聪明的去做出一些选择。然后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包容人、非常善良以及非常为人着想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感受到你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一种温柔、一种快乐，好吗？还不错的感受哦。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啊，他的这个想法 thinking，好，我们看一下他们在怎么想啊，就是动脑方面的啊。这边我们看到正义牌，这边是恶魔牌。好，看一下想法方面 ，Six of Cups， 好，逆位。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想法方面 ，Two of Pentacles， 金币2号的正位。有可能啊，一些朋友你们是公众场合，比如说彼此的工作关系里边要认识的啊，要交流的。这边有教皇牌和正义牌嘛，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是彼此的顾问啊，彼此的咨询师啊，
有可能你们是彼此的老师啊之类的啊。在一个公众的环境里边，他其实有点绑手绑脚的，不知道自己该多做一些什么。他对你绝对是关注，暗中关注啊，而且呢，其实从他的表情状态里边，你完全可以去透析他对于你的那个感觉是什么。那在想法上，他其实是比较矛盾的，他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摆在哪样的一个位置。那也有一些朋友呢，他会觉得你的公众形象非常的良好，那他呢，有可能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是不是因为对方那么优秀那么美好，我会误会了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他甚至是迷恋他的呢？那我这种迷恋到底来源于什么呢？他有去认真想，所以我想到了一个结果，就是没有答案，因为这边是金币2，这边是宝剑8嘛，心比较乱啊，然后人有可能在一个二元对立的选择里边来回循环。然后他不想和你的关系越走越远，但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必须要做出选择呀，这个关系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的话，他现在在一个徘徊状态，因为金币2嘛，代表一种徘徊，也代表他想要用不同的这资源和不同的方式去尝试一下，看一看你们的关系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他希望你们的关系是正向发展的，起码是没有伤害到你的。如果他之前对你进行了或构成了一点点伤害或一些伤害的话，他内心里边其实想要改变，他想要改变这种伤害的状态，想让你好起来，或想要自己的表现好一些。在正义出现的时候，人其实是比较理智的，然后他比较有一种想要去裁决一下呀，选择一下呀，和判断一下的意思。当这个 devil 恶魔出现逆位的时候，配教皇牌其实很好，这个人的想法比较正向，他没有说我要让自己停留，或者说我们两个人都滞留在一个相互迷恋或纠缠的关系里边，他希望更好的去解决你们当下的一些问题。有些朋友是没有发生问题啊，你们还在一个刚刚认识的阶段，他希望你们的关系是健康的，相互是喜爱的，然后关系呢是能够慢慢升温，不远不近的发展。而且这个人确实把公众的形象摆在了第一位。还有个信息呢，他认为你的形象非常好，有可能你是第一眼美女，第一眼帅哥，所以有第一眼被他喜欢，就那种在形象上一见钟情的感觉啊。对于你的了解在慢慢变得更通透更多以后，他会觉得你的外表和内在也是有一定反差的。其实你比他想象的更加的温柔和善良，或者说你会有更好的善良品质体现在他眼前，觉得哇，居然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么完美，或达到一个理想的标准。如果你已经走远了，他当下这个想法就是纠结犹豫要不要把你喊回来，甚至就一些朋友会说话，已经很多年的前任他会这样想吗？会。他在默默看到你的背影的时候，其实一直在纠结我要不要去喊他停下来，或者说我要去下哪一个棋吧，这是金币2的一个意味啊。也有一些朋友呢，现在存在多角关系的话，对方有可能有一些选择，那他现在的想法就是想要更多的考虑一下，因为他仿佛是一个理智可以去权衡利弊考虑再三的人。所以如果在多角关系当中的朋友就会觉得哇，他认为的公平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公平是在裁决我，而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在对方的这个脑海当中呢，其实他希望能够去做到的是不伤害你们感情的同时，可以让你们的感情理性发展。这是一个比较有点那种智性恋吧，他想要用自己的理智去搞定一些问题，判断一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有一些朋友本身他是在从事教育和法律行业的所以他的大脑很多时候是受到了他的行业和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嘛，所以他考虑问题会按照这个步骤来考虑的，这是想法。如果现在出现选择的朋友他还在徘徊当中，我们看一下他对于这个 Two of Pentacles 怎么选，他是怎么想的啊。 Clarify 一下，我们看到 Six of Wands 怎么选都错。No， 他现在不是一个选择的时候，甚至他现在不是一个能走进你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赢所有棋的砝码，所以他现在怎么选都不对，因此他被自己困住了，好吧。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他的，以此为参照，我们看他行动是什么。这第一张就飞出来一张宝剑2吗？蛮二元对立的一个自我对战说实话，看一下他有什么行动吗？宝剑是一种思考
Judgment。OK， 我们再看一下第3张 Three of Pentacles。我们先抽牌，再整理这些牌啊。OK，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的逆位。我们再抽一张，看一下他的决定，他的行动是什么？为什么是决定呢？因为这边有风的能量，是决定的能量。我觉得他对你的爱有点克制啊，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大天使是一个横着的宝剑，是防守姿态的。好像你对恋人觉醒了，然后我们大天使是出现了一个，他要去进行管理和判断啊。OK， 因为夏娃和亚当吃了树上的果实。所以他其实也在自己去管理自己。这边他对你的爱这个意图，喜欢的意图绝对是知道，他自己是知道的，也是觉醒的，但是他有点克制。然后这边他的这个行动上来说就是克制的行动。我们再抽一张看一下 The World 世界牌。在最近他的行动挺卡的，而且一些朋友是长久断联，就一直在断联的状态，他无法做出一个良善的选择，自己的脑海当中有很多信息，有可能在跟他进行驳斥、辩论和对谈。他跟你之间呢，宝剑国王和金币3是一个断联和不沟通的意味。一些朋友是断联了半年了，一些朋友是断联了几个月的时间了。他这种断联的状态有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因为他并没有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进一步的选择和改变。原因在于什么呢？ Queen of Swords， 因为不管是男生女生啊，每一位朋友你们来到这一组，你已经给出了你的砝码是什么，你可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接受这个感情，你的感情的条件和规则是什么样的，你给出来了。而他在这边呢，宝剑国王的逆位啊，我们调整一下 camera， 这边我看到了啊，宝剑国王的逆位就是好，我和你是相通相连的，我非常理解你的理念和你的感受，但是我当下呢，有可能被困在这个局面当中，我有我的不能够，无能为力。其实你们蛮相配的，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是比较灵魂伴侣的关系，甚至你们可以去映照到对方的心，彼此的一面真实的镜子。但镜面的关系啊，镜面的灵魂伴侣一旦出现了，是在提醒我们，你心目当中真正的渴求是什么啊？这个渴求会影响你去吸引什么样的爱情，或你会喜欢上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模式。所以其实它的出现有可能是让你去剖析自己。我认为其实现在两个人有一点对，水与火的交锋的这个意味啊，就是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所以他选择。如果在您没有改变的情况底下，第3组的朋友，对方也会都给出一个拒绝、否定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然后如果当下在断联和冷战，不代表他不爱你，他爱你，但是他无法接受你的某一种理念，或他给不出相应的一个 offer， 因此他会选择呢暂时退避，或他心中仿佛沉默就是他的选择，就这样的一个意味啊。好，看到你们两个人是宝剑国王配宝剑皇后，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对 couple， 风的 couple， 水瓶、双子、天平。这个地方也有风配土风配火的能量啊，火象星座牡羊、射手、狮子。我们这边看到了有双子座、摩羯座、天秤座啊，这刚刚我们说过了，双鱼座在这一组里边。我们再看一下啊，也有巨蟹座和天蝎座的，看一下。因为这个第3组的能量是复杂一些，所以我们再抽几张牌看一下啊，未来这个关系的整个的发展和走势是怎么样，他会不会主动呢？会不会出现一定的改变呢？等等啊。Page of Wands， Knight of Wands， Oh my god， 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像，很配，然后也在拉扯和冲撞的时候产生巨大的能量了啊。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吵完架之后有一点觉得价值观念不相符，有点不欢而散的意味的话，由他去。我觉得这个人他心中是始终有那么一点后悔，但是他要转变自己的这个观念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我看到有可能在未来2个月他的行动是有点卡住的。然后这个人他其实他渴望你跟他去联络吗？ The Hanged Man， Five of Cups， Yeah，
他渴望能够好好的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他渴望你们的关系回归到和谐，相互疗愈，共同发展。你改变了你的一些问题，他改变他的一些问题，从而呢，在这个关系里边得到一次升华，他是渴望的。当我看到这个升华，怎么也要到了4到5个月之后，年尾到明年3月的状态更好呀。如果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就是要过了4、5个月，因为他和你要当下处在一个相对于停滞的阶段，也代表了你们深刻的省思。那这个人其实对你们的关系是有一个好的意图和意愿的，就是想要和你好好发展，但为什么当下卡在这里？而他也卡在他的自我限制、严肃和理性里面，他被卡住了。他有可能也被你斩断了，一些朋友你干脆就 block 掉对方了。对，如果现在关系发展还 OK 的朋友，你说我们刚刚开始相互喜欢，未来会这样吗？你们之间是要越过一定的磨合的。但我认为这个人的心里边对待你始终有爱的感觉和喜欢的感觉，但是你们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选择方向不一样。比如说你有可能选择这个城市，他选择那个城市，你选择想要向东走，他选择想要向西走，就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固定判断和价值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你们两个人在当下有可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课题去磨合和成长的点吧。我觉得这个人也非常说一不二，而且他有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他有一点冷酷，有一点自私有一点点就是为什么他只考虑他自己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不能从大局观念上来入手和出发？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对待爱和对待感情这个事情看得淡一些。这个人其实有爱的感觉，但是他会更多的遵循他的理性然后他要让自己持续在一个不上瘾的状态，devil 的逆位嘛，不想沉浸在感情里边有可能他是一个事业上的盲人，有可能他是一个非常有边界感的人，他有可能是一个有点回避的人好吗？好，这边是看了对方的整个的这个能量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边的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看到一张是 love， 第二张是 pay attention to signs。首先出现恋人牌，出现这个 love， 你和他两个世界还是一样一幅画，但是对方在他的那个世界里，他看到你也是一幅画，仿佛是一个背影，好吗？他在欣赏着你，你在有可能在你的世界里边在显化着他。但我觉得这个爱有一点阴错阳差的意味。最近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一些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有一点为情所困的。其实他是喜欢你的，但是你们两个人现在所处的世界不一样，代表了你们的价值观念，你们对于感情的观念有一点不一样，你们需要去迈入对方的世界，这个是要花一定的时间的。第二张呢，又是10号牌pay attention to signs。 你的周围会有一些信号，就是灵性的信号，你的指导灵你的宗教然后大地的守护神等等，你会得到这些信号。为什么？这些信号在帮助你去理解它，去疗愈自己，你心中的答案有可能会通过这些信号得以回馈，这也是你灵性觉醒的非常好的时间。我们这边出现了白色的猫头鹰和我们的宝剑王后，也代表了其实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感情以外也有更高的理想，这个感情的道路在当下稍显曲折，但是它绝非是一个情节。我认为这个人他不想给你带来情节，相反想让你去得到你的智慧。我认为他也一样。所以你们在这2幅画当中你们要去着眼当下的3维世界，事业上每天要做的事情上，你们要去排好优先顺位。为什么？因为一旦你们在5维度更高的维度每天牵扯这个感情的话，你在3维世界做任何事情的精力都会被很大的消耗。这是一种你无条件的爱和关注，无条件的付出和给予。但这个给予可以带给他和带给你什么？我认为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在爱当中会得到你想要的智慧。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哇，这个跟我想的根本就不一样，我为什么还要得到智慧？我们看一下对，在未来的2个月当中，你有可能会改变你的做事的一些风格，你有可能会通过这些
经历，有可能这个人确实他有可能让你失望了，有可能他甚至背叛了你，没有选择你，但你会通过这个经历了解三维世界的世人是什么样的，你要如何做事，你要如何入世，然后你要去帮助谁，你要去否决和比如说抗拒或者说拒绝谁，就是你们的能量会有一个更高的边界，这个也会让你杀伐决断，所以在未来2个月当中，第3副牌的朋友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蜕变。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吧。我们第3组的朋友啊，传递一下对方想说什么，因为从这个牌里边能够感受到，其实你们的爱情关系啊，有一部分是业力的作用，但是它有可能前世就是你的这个灵魂家人以及你的另外一半啊，它这个业力并不一定是糟糕的，有可能它只是一个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会形成另外一件事情的因，所以这个年度吧，或最近这个阶段你们会收到相应的果实，只是这样罢了。所以更多第3副牌的朋友，在当下这个时间段啊，你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回你们自己的身上，这样对方也是关注你的。你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你们的精准的目标上，这样的话你也是会专注自己的。再有就是看到你周围的一些信号的时候，要做出一定的反应。比如说有些信号在告诉你啊，你应该怎么去做，是最近应该断舍离一下下，还是最近应该去整理你的生活一下下，跟着你的直觉去做一定的安排。在感情上你们会更上一层楼，就是你的感情状态和你的感情世界将会更上一层楼。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会以对的姿态回归，或者说正确的方式会真正的被打造啊。好，看一下他想说什么。有些朋友其实是对来到这一组有可能想看一下前任啊。 I miss you， 我想你了。这边呢 I stay awake thinking of you， I stay awake thinking of you。 OK， 我一直在睡不着的时候啊，我一直让自己想你，想要失眠了。看一下 I am yours forever， 我永远是你的。好， I feel your presence even when we apart， 这个在上一组也出现过啊，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存在，哪怕我们没有在一起啊，我们现在是分开状态。我说我们不处在一个空间，我能够感受到你在我身边。We both know I am not the one for you， 啊，我们都知道我好像不是那个对的人了。在理性的角度上来讲啊，有可能欠缺一些条件，好吧。We have been together for lifetimes， 你们是生生世世的爱情伴侣，所以你们不是第一次相遇啊，这也是刚刚我们感受到的。然后下一张 I was scared to tell you how I felt， 我那个时候非常怕去告诉你我的感受。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让他畅所欲言一下啊。出现了。I am not available， 是逆位的飞出来。I am not available， 有可能他当下有其他的选择对象啊，也有可能他当下这个 not available 是因为他的生活、他的工作选择、他的理性选择，有些人是宗教选择带来的啊。You light up my life， 你点亮了我的生活。我们这边又飞出来一个远远的。I have too much going on， I have too much going on， 我这边发生了很多事情。感受第3组的朋友，他心中有一种无奈。I am not available， I am yours forever，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矛盾呢？我现在不行，但是我永远都是你的。他在灵魂上归属于你，因为你们生生世世都相遇，所以他一直会想你。但是有可能越是这种浓厚的思念，代表了你们在3维世界当中有一点不可能的因素。他很害怕告诉你他的想念，他也很害怕告诉你他对于你这种似曾相识，给他和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震撼。而你们之间的这种连接有的时候是穿越3维的，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会梦见对方，他有的时候会给到你一些信息在梦里之类的。我觉得他感到抱歉
当你的出现的时候呢，有可能不在那个对的时间，但是给他了非常大的光亮。我们再看一下他有什么这个going on，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投一下这个 Astro Dice 好了，这个牌代表什么？天王星的射手6宫，对，他生活当中有一些变化、变迁，有可能迁居了，有可能呢，他生活里面有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等等啊，改变了他们的行程，所以他的生活里面有一些意外。这跟他的交友相关的，然后我们再抽一张吧。因为他想对此发表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啊？他对你又想说什么？我们再抽一张啊。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啊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I stay awake thinking of you. I miss you。他想你，他睡不着都想你，他想你，所以有可能让你们点开了这则影片，他在通过他的意念显化你。所以有可能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不要被干扰了，因为这边有一只金色小蝴蝶，有没有？这个人其实有一些显化的这个方法，让你去关注到他的，是这样的，所以他是放不下你的啊。相反，很多第3组的朋友，好，我们的卡牌先看到这里啊，觉得这个是一个未完待续，但是他呢，我觉得越是那种，比如他是宝剑国女，他越是 block 掉拒绝到你了，或他越是去没有表现他的态度，越代表他在想念你。那我们接收到这份想念，我们也给他无条件的可以说是爱，原谅，对不起我爱你，谢谢你，请原谅我。然后呢，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在爱当中被化解一些疑难杂症，化解一些业力和缘分关系的问题。然后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也要瞄准你们生命的目标，继续向前啊！你们指导灵和宇宙会指引着你们突破一些课题之后，得到这背后的礼物。你们是非常可爱和值得被爱的，好吗？这个牌里边他也在默默的关注你，就让这件事情如此发生吧。感恩跟第3副组牌监狱的连结，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这段时间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